谢某一年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，风一脉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惹波澜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当羡慕一年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，风一脉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惹波澜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今日这么大阵仗，南燕侯必定坐不住。今日的婚礼，也是我一直想要给你的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娇娇，今日必做之事是交换戒指。这是你曾赠予我的情侣戒指，如今应当叫婚戒。在我们那里，婚戒寓意着两人成双成对，永远在一起。即使死亡，也不能让两个人分开。穴未停，言未尽，三生的冷静，那是你。哦，寒风月里，从今往后，我们生生世世会在一起。不忍命运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春宵苦短，不如纵欢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
我怎么好像来过这里似的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就是隐约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。那不是梦，这里是我们初识的地方。好累呀。走不动了？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那时候你登上这高塔，差点累得在这楼梯上坐下。彼时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你更弱的人，连我养的蛇都要比你强上100倍。不忍命运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。红尘万如今你爬着楼梯，也不会那么累了。我结阴期的修为，爬个楼梯还是没问题的。我知道，即使不累，你也不喜欢。灼烧的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雪未停，烟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你向来喜爱精致之物，这些灯是我把它搬过来后新添上的，你可喜欢？哦，魔域的东西都讲究实用，极少见到这么美的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为愿破解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思念，好漂亮啊！你的那天。这花灯好像漫天的星星。喜欢看繁星？好美啊！我好久没有看到过流星了。这塔着实适合观景。这塔原先在三圣山，被我搬到这里了。看来你很喜欢这塔。是厌恶，他求了我500年。500年？那你为何还将它搬来这里？你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，这里有你的气息。差点忘了，我自己只是个替身。他做的这些，都不是为了我。这地方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
别人，结果不小心把他给烧死了。你就知道怪在我身上，你不痛我还痛呢。大猪蹄子，王八蛋！这火苗骂人的口吻，怎么跟我有点像？闭嘴！你把这个女人找回来了？我让你过来给她浇水，看她开血凝花，你便叫她乱说话。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了真相还在找啊？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血凝花，我教的。这躺椅怎么这么像我的风格？你还挺会享受的。你教的。原主也会敷面膜吗？不过这些年，我倒没这功夫这样摊着敷面膜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我曾经在失去你时，独自登上过这塔。恍惚间觉得，过去这10几年，比囚在这三圣山中的500年还要漫长。清醒一点，他做的这些都不是为了你。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回忆，他们都真实的存在于这里。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消散。其实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廖廷烨。你我曾同生共死过，我怎会认错？这些都不重要，你可把今日当作我们的初遇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给你重新制造属于当下你我的记忆。你可愿意？那我们这个充满花灯与繁星的初遇，还挺浪漫的。别人再厉害的伤口，经我治疗都会好，怎么到了你这儿这么难以愈合？得到的越多，付出的代价便越大。好吧，本来想当作见面礼的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
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，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热波安慰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悔。可是有发现释千缕的踪迹。报告城主，有个弟兄传信称看到了释千缕，可惜我等追上时，只见到了这辆无人马车。果然是释千缕。在那边，追！是，走。兄长，兄长，怎么样？他们追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么快？跑！哎，兄长，你的腿！你跑啊！释千缕，如今你是逃不掉了。听闻你瘸了腿是吗？如今看来，你是欺骗廷砚的吧？哼，还废什么话！兄长，你快走！你们带人继续追，我将此人带回去见师祖。是。我竟然又一觉睡到了天亮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脸怎么在发烫啊？我不会真喜欢上司马娇了吧？阿燕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谢谢。我都看到了。你说这司马娇可真是可笑哈，用这些花招就想收买你，可真是小瞧我们阿燕了。其实，他的确对我很好。他对你好，是对他过去那情人好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是你说的，你忘了吗？那些花灯，这座塔，都跟现在的你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混淆了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。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像个第三者，他的真心并不是给我的。哎，红罗。多谢司恩公为我祭魂脱生。
距离瞧瞧，果然是个粉雕玉琢的俊朗郎君。红罗，你怎么刚回来就油腔滑调的？这才是红罗姑娘的风范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那自然是庆祝我们红罗姑娘重新归来。收收你那些花言巧语。哼，没想到我们换个地方聚齐了。那正好，晚上我们3人照常小聚。那照旧，唱歌投壶。那得不醉不归啊。红罗这么小呢，能喝什么酒？也是，喝茶。我能喝酒。来。啊，原来这里是情敌相争呀！什么？一个是曾与你海誓山盟的仙门师祖，一个是和你青梅竹马18年的生死搭档。唉，难选呐。那这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是烟消云散了，还是从未有过呢？你看阿燕的心里，可有半分跟她的记忆？确实。来，不聊这些了，我们今天以茶代酒，庆祝红罗重归。来。按师祖吩咐，弟子做了些能帮庭燕师姐恢复修为的丹药。还是太苦。师祖，良药向来苦口，师姐定是明白的。重做。可是师祖，重做的话又得重新取血，您的血如此宝贵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弟子定倾尽全力。陈若，弟兄们将整个城都搜遍了，完全不见石千旅的踪影。那就去其他城搜，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挖出来。是。红罗归来，一切无恙。如灵，等我回去看望你。走，转战下一城。来多吃点儿，补补。这味道，在喝仙城可没有吃过。若再配上胭脂台的自酿酒，便堪称完美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喝什么酒？不过司马郊这里的东西，确实都挺对我的口味。嚯，你穿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司马郊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打扮起来也不比他差。我是不是越描越黑了？无妨，我知道你是想夸我。你这嘴。阿燕。阿燕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做。一大桌子呢。你做那些贺仙城的粗饼子，我家阿燕只是不是因为爱吃，只是为了饱腹而已。在阿燕的口味这点上，你确实输了司马郊一招。什么输不输的啊？红罗，你明知道风起看不惯司马郊，还一直挑事儿。哎呀，好玩嘛。阿燕，说真的，我什么都会，像酱肘子、冰糕、点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啊。
哎，你会这手艺，胭脂台做护院，太可惜了吧？我娘说过，这再好的手艺，拿来做了生意，也就变味儿了。伯母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寻常魔域人家别说吃了，恐怕见都没见过呢。是啊，你难道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后？我倒希望我是名门望族之后，这样也就不用忙于生计了。也是。我若是名门之后有钱有闲的，早就去避世隐居了，哪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啊？你想去哪儿避世隐居啊？这是我和阿燕的小秘密。阿燕，你现如今还想去过玉雾吗？总要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说吧。吓死我了！你俩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找到我爹，弄清楚真相就回来了。你都走了，我们留这干什么？现在关键是，咱要怎么走呢？依我看，用灵术飞出去。不行，司马娇那么厉害，万一感应到我们用灵力就不好了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躲过守卫的视线？找找狗洞。本姑娘可不算。没想到在师祖手底下办事儿，也敢这么偷懒。天助我也！走，走。快！风起将那韩瑜从司马娇身边带走了。是，我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风起的动向，亲眼看着风起带着师爷还有一个小童住进了真实楼。安排下去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是。也不知道司马娇知道我们逃跑了，是伤心呢，还是生气啊？算了，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呢，还担心别人。师祖，给燕姐姐的解磬丸全都炼好了，这回都是甜的了。可是如今燕姐姐走了，这些丹药该如何给她呢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
谁派你来的？国师。抓他做什么？我不知情。此事风起知道吗？不知。魔域的国师抓庭院做什么？昨日怎么睡得如此沉？因为有人给你们施了昏厥的术法。彼岸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刚说的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留宿的那家真实楼的老板，在你们房中的檀香动了手脚，想趁你们睡着之前对你们下手。幸好师祖及时赶到了呢。红罗跟风起呢？燕姐姐，你放心，师祖知晓你在乎他们二人，把他们二人一并救了回来。燕姐姐，你关心别人，却不关心师祖，我替师祖感到难过。我如今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也不知如何面对他。那你先别管那些，真心总是做不得伪的吧？燕姐姐，你看，这些解清丸都是师祖用他的血为你炼制而成的，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你的修为，强健体魄。司马教应当知道，我若提升了修为，便能进入灵符之系当年真相。他竟不怕我知晓吗？若司马教说的是真的，我爹说的岂不是假的？那我这10几年都是假的吗？廖廷烨身上居然还有那等防御法器。是啊，此法器还有司马交的灵力，想必定是那司马交将自身的护心骨融入其中了。国师啊，若是此物在，即使接下来风起将他带到我们身边，我们对他也束手无策呀。那等法器，非旁人能轻易摘取，得想个巧妙的法子，让廖廷烨自己将那脚镯给摘下来。诗千缕那边情况如何了？回国师，我们查明，诗千缕曾对其妹施以洗魂术，把人送去司马交那里，使了一招离间计，却似乎未能得手。洗魂术，他竟善此独门秘法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暂避一偏僻宅中躲藏度日。看来诗千缕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既然全都已经被搜了魂，为何司马教没有任何动静？看来廖廷烨还是没有动手。这个没有的东西，难道我们施家真的要穷途末路了吗？
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道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三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四时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八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着道好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三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
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。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葬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？500年过去了，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十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100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宁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，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。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
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
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烨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。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哦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烨。廖廷烨已顺利进山，
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